晚上我们要吃火锅，所以今天我先摘一点这些菜。现在摘的是生菜，像我们家的生菜都是直接扒这个叶子吃，然后把芯儿留着，它以后会慢慢长。这些菜都是我2月28号那一天移栽的，今天是4月3号吧，长了一个月。给它留一个芯儿就可以了。就这2颗的叶子就够我们吃了。然后油麦菜看长得多大，已经很大了。这也是移栽之后过了33天吧，它们都是一批移栽的。像这个油麦菜再长1个礼拜的话，就可以整根的给它砍掉，应该1个礼拜之后就会很壮很壮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家吃的时候从边上扒着吃，把这个芯留着，它可以继续再长，所以它的周期会更长一些。找这种密一点的地方来给它揪一揪。像一般炒呀、涮呀，我们就喜欢揪叶子，因为叶子虽然不是很嫩，但是炒啊、涮啊它都没有问题，很好吃。如果要是做凉拌，比如说，做麻酱凤尾啊什么的，我们就喜欢整颗的，因为里边有芯儿，还有那个杆子，吃起来就会更嫩一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儿，看最底下这根儿这儿已经开始长出小的分支，它叶子和这个杆子中间它会长这种小的分支，但这种小的分支是长不大的，它最后长得也是非常细小的那种，跟那个主枝上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要是有的时候像我们会把这个中间砍掉之后呢，底下留几个分支，它炒出来是非常非常嫩，虽然它不大，但是它很嫩，也是不要浪费。所以最后你要是砍的时候呢，这个地如果不着急用，你给它留一个根儿在这儿。你看它边上这一圈都是，这有1颗、2颗、3颗，这边还有。然后这个是娃娃菜，我们也是扒叶子吃。娃娃菜吃涮是非常好吃的。有一个芯儿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看这个芥蓝，这个摘了。像这种大的都可以给它摘了。你看这个芥蓝它是也有分支的，这个小的地方，但其实像这些菜的分支都不会长得很粗，它就会长得很细的那种。还是那样，如果不着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就留着底下，让它长一长。如果要是着急这个地方的话，到时候就给它拔掉就好了。这个杆子是非常脆的。好，这个新棚就这些菜吧，我们再去老棚里边弄点香菜呀、葱啊什么的。
这个葱是去年秋天种的，然后这一块就种了很少的一片，就够我们整个冬天还有春天来吃了。每次都是掐叶子来吃。再摘点香菜，这个都是它自己落的种子，都不是我们种的。然后我们就给它浇点水，自己能长出来，都不用管它们。然后就是一茬又一茬的长。现在我摘的这些呢，都是新长出来的，还是比较嫩的这种。然后可以看，像这些就是更早的一批，已经快不行了。像这些呢，就是新长出来的。然后有更小的，像这个。等我现在摘的这一批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一批小的就又能长起来，源源不断的有香菜。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，这个香菜是长在这个架子底下的嘛，所以它受到的阳光会没有那么多，也没有那么热，这个地方它还是比较愿意长的。如果要是太阳直晒的地方，香菜可能长得就不是那么好。够吃了。现在去摘点菠菜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我们棚里边最早的那一批的香菜，现在已经不行了。我们这2天是周末嘛，会抽出时间来把这个棚里这些草啊，还有这个老的香菜不能吃的这些都给它收一收，把这儿给它清洁一下。你看这个它自己就枯死了。好，现在来摘菠菜吧。这是2批菠菜，这个是矮矮的、壮壮的那种菠菜，然后那边还有，待会儿可以看到的，是那种长得特别高大、特别粗壮的那个菠菜。看，都已经长这么高，它已经要开花了，快！先把这一批给它摘掉，很嫩的。它虽然长得很大很高，但是它其实还是很嫩的。听这个声音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越冬的菠菜，它这个杆子长得很长，然后这个杆子非常脆。这些也够我们吃了。然后看，这是我们冬天自己长出来的那个蒿子杆，但是因为这个菠菜长得太厉害了，把这个蒿子杆都给挡住了，所以它们长得不是很好。如果要是给它们足够的空间的话，这个蒿子杆可以长很大一棵，基本上一家的话有个10颗8颗的蒿子杆就够吃了。带大家看看另外一种菠菜，就是这种。看这一颗菠菜能长这么大，这是一颗，而且还是被我摘过一次的。看，这是被摘过的这个痕迹，它能长得非常大。它也有很多的小的分支，看这是一只，然后这也是一只，这里边有很多小的分支，这也是一个小的分支，特别能长。这些也够吃了，主要是每种菜都拿一点，然后就会很多。看，这2种菠菜，这是一种，这是另外一种。好，就摘这么多吧，今天够吃了。
打开门，妈妈。